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短发风华，角色蜕变，演绎新境界。在璀璨夺目的8月26日，赵丽颖工作室以一帧帧细腻而生动的 vlog， 缓缓铺陈开赵丽颖一次关于蜕变与重生的美丽传说。这不仅仅是一次发型的更迭，它是赵丽颖作为一位演员的深刻自省与华丽转身，是对角色无尽热爱的真挚献礼。于光影交错的瞬间，电影之门悄然洞开，赵丽颖这位荧幕上的璀璨星辰，以一场关于从头开始的仪式，宣告了自己对艺术无限追求的决心。她轻轻挥别往昔的长发飘逸，以短发之姿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坚韧与灵动，仿佛每一缕发丝都蕴含着对角色深刻理解的能量，跃动着生命的力量与美学的韵律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，赵丽颖的名字如同一颗璀璨的明星，始终闪耀在观众的视野中。然而，就在最近，她用一次颠覆性的短发新造型，再次惊艳了所有人。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发型变化，更是她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变，标志着她从温婉女神向独立女强人的蜕变。想当初，赵丽颖以一部古装剧《陆贞传奇》崭露头角，凭借温婉可人的形象深入人心。然而，她并没有满足于此，而是不断挑战自我，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。从古装剧到现代剧，从温婉女神到独立女强人，她的每一次转身都让人惊艳。在这次短发新造型的背后，赵丽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她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发型和形象，更是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了重新规划。她深知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娱乐圈，只有不断学习和进步，才能保持自己的竞争力。在这段旅程中，赵丽颖不仅是在塑造一个角色，更是在重塑自我。她以发为舟，以心为帆，勇敢地驶向未知的演艺深海。短发下的她更显英姿飒爽，眼神中闪烁着对表演艺术的执着与热爱，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都是对角色灵魂深处的精准捕捉与细腻演绎。此刻，我们仿佛已能预见到，在电影那梦幻般的舞台上，赵丽颖将如何以这全新的形象，演绎出一段段扣人心弦的故事，将角色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化作观众心中永恒的印记。她的每一次转身，每一次回眸，都将成为影史中不可磨灭的经典瞬间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，赵丽颖的名字如同一颗璀璨的明星，始终闪耀在观众的视野中。然而，就在最近，她用一次颠覆性的短发新造型，再次惊艳了所有人。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发型变化，更是她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变，标志着她从温婉女神向独立女强人的蜕变。想当初，赵丽颖以一部古装剧《陆贞传奇》崭露头角，凭借温婉可人的形象深入人心。然而，她并没有满足于此，而是不断挑战自我，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。从古装剧到现代剧，从温婉女神到独立女强人，她的每一次转身都让人惊艳。在这次短发新造型的背后，赵丽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她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发型和形象，更是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了重新规划。她深知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娱乐圈，只有不断学习和进步，才能保持自己的竞争力。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位勇于突破、不断前行的演员，如何以短发为笔，以演技为墨，继续在电影的天空中绘就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，绽放属于赵丽颖的独特光芒。2. 全程没有一句台词，哭不出声，赵丽颖带来85花教科书式演技，笑着笑着就哭了，这是我看完影片后最深的体会。并且这演员阵容超强，
马丽把喜剧人的天分展露出来了，和雷佳音那是相当有默契，他俩好多对手戏都是当场即兴来的，很容易就令人笑破肚皮。还有王骁、高叶、范伟这些实力派的厉害人物在呢，那是一个比一个会演。不过最让我想不到的是赵丽颖，流量演员想去电影圈捞一把，真能有让人满意的效果吗？01，讲真的，一开始我对赵丽颖真没啥期望，这么多会演的中生代都在这戏里边，她一个走流量的演员能成吗？可事实表明，赵丽颖跟其他85花可不是一个层次了。在电影里，她这算是自己降低了咖位啊，主动去给马丽当配角，而且还演了个没一点台词的聋哑女郝秀萍。这角色可太惨喽，家里欠着债呢，还被恶霸欺负，分明就是个在底层苦苦挣扎的样。普通的明星真就演不来这种特别接地气的感觉。不过赵丽颖甘愿抛下偶像的那一套，就简单扎个低马尾，套上那脏的污渍都洗不掉的破衣裳，她那瘦弱的小身板挺能让人信服的。每次瞅见她跟戏里的女儿紧紧挨着的时候，我在荧幕前就感觉心好像被刀子刮了一遍又一遍，特别不是滋味。并且能看出来，在打造这个角色期间，赵丽颖可是很费心去设计了好些细节呢。就好比在那小旅馆里，郝秀萍瞅见吕玲玲领着韩明那些人进来时，由于一直被霸凌，她本能的举动就是把女儿推到自己身后，眼神又慌又迷茫，两只手还下意识地揪着衣角，这是对陌生人存有的警惕跟不信任。可只要一瞅见韩明跟他媳妇对自己展现出的那份善意，郝秀萍就打消了戒备，两眼很真诚地望着对方，用手语表示出谢谢。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他心里清楚自己没本事报答人家，就只能不停地说着谢谢。即便没啥台词，观众瞧了赵丽颖的表演，也能体会到角色那可怜又纯粹的劲儿，就会忍不住心疼起这对母女来。怪不得张艺谋在发布会上讲，这次他的表演突破了自身上限，不再是以前的赵丽颖了，切实做到了巅峰形象的演绎。不过，最让我觉得扎心的还是电影里的那几个有名场面。02，夸张表情演绎不幸。大家都知道，没台词的表演那可太难了，毕竟所有情绪都得靠演员的表情跟动作来体现。为了能实在的演好聋哑人这类角色，赵丽颖提前去体验残障人士的生活，去体会他们的状况和心情，而且在剧组基本上也不说话，全心全力地融入到角色里，努力不会白瞎。电影里的她根本不像是在演，而是实实在在地把握住了聋哑人的那种感觉。郝秀萍为了能证明她丈夫是清白的，啥都不顾了，都跪下来求人家，两只手紧紧拽着对方，就跟拽着救命的那根绳似的。由于没法说话，她就只能啊啊的叫，动作跟表情的幅度都特别大。不过这让人很直接地体会到了郝秀萍的急切和祈求。可在面对恶霸的欺压时，那眼神戏真是太具感染力啦。其实最开始他就是迷茫又无助，可一知道自己女儿不见了，立刻就急了，挥动着两只手说道：“娟娟咋啦？她可是我的命根子，没了她我也没法活了。”泪流满面，这位母亲的绝望把观众深深打动了。还有更让人心疼的一幕呢，那郝秀萍被恶霸给侵犯了，鼻子都给打出了血，衣服也乱糟糟的，简直没法看了。她一边哭着一边瞅向自己的丈夫，那表情特别痛苦，还很狰狞。他把我强奸了，我真想死，往后可咋办呀？看着看着，我在荧幕前气得拳头都攥起来了，真想冲进电影里去揍那恶霸两下。同时，赵丽颖在表演方面的突破着实让观众挺惊喜的。电影跟偶像剧不一样，不用去管自己的表情，咋样的把情绪放到镜头前，这样才能在有限时间里给观众最直接的视觉冲击。可赵丽颖那瞪眼、
挥手以及夸张的表情，虽说不上好看，但能把郝秀萍这角色给完全演得生动鲜活了。连戏前后，我总算搞清楚他为啥能在天台伸出手求救，可随后又毫不犹豫地跳下去。虽说流量演员们也都试过扮丑扮土啥的，可真能像赵丽颖做到那种程度的女演员，那可真是寥寥无几啊！这近2年，观众明显能觉着她走上了一条跟同期演员不一样的道儿。当大家都一门心思执着于古偶的番位之际，赵丽颖却甘愿处在2番的位子，实实在在的去演好一个小人物。别的女星都在红毯上使劲比美呢，赵丽颖却直接没影了，一门心思拍戏，这才是真正的演员吗？还记不记得宁静在综艺里对赵丽颖说的那句话？她每天都特别刻苦，努力干着自己演员这份活儿，好让自己能放光。果然啊，辛苦付出不会白搭的，内娱的那些女明星真该好好跟赵丽颖学学。03电影第20条的票房没能达到预计的那样，着实挺让人觉得可惜的。一方面电影主题老深刻了，特别有后劲儿，看完以后让人对法律、人情还有道德有了新的琢磨。另一方面，张艺谋在选角上把控力特强，本来觉得赵丽颖会是个大败笔呢，结果他导成了导演给观众的最大惊喜，展现出85花教科书般的演技。演员要想转型，不能光嘴上说的放下偶像包袱，在电影里把自己形象颠覆了，这才叫有诚意。同时呢，用心去琢磨角色，把自己融进角色里，还能打动观众，做到演技上的突破，观众也都晓得赵丽颖在这背后下了多大功夫。金子总会发光的，她选择干演员这行，还不纠结番位，那她就比其他同类型女演员强出很多了，以后肯定有出息啊。那你觉着赵丽颖在这电影里演得咋样？